韩国一次产出3款航母模型，最大的一型排水量高达6万吨，采用直通甲板，配备弹射器。韩国展出的3艘航母都采用双舰岛设计，而中国航母采用的是双层设计，谁更有优势？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这个韩国呀，最近举办了一个武器装备展览，然后同时呢，拿出了3款航母的模型。这3个航母模型不是外国的啊，已经造好的，而是说未来的时候，韩国准备造什么样的航空母舰？一个呢是它大宇造船，然后拿出来的这个航空母舰呢，基本上就是和以前早期拿出来的呢模型差不多，排水量4.5万吨，然后常规动力，但是呢它是这个滑跃甲板起飞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首先这是航空母舰，因为它是搭载的固定翼的舰载机，常规动力，排水量也不小，4.5万吨，属于中型的航空母舰了。那么它拿出这么一个装备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海军也拿出了一款就是模型。实际上我看跟这个大宇就是造船的，这差不多也是排水量4.5万吨，常规动力，然后滑跃起飞，有一些小的地方不同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这个重型船舶或者是这个重型工业的这个造船，拿出来一个模型，这个就稍微大一点了体量稍微大一点，而且它是个平直的甲板，就是没有斜坡了，它不是滑跃起飞的。那这个就意味着呢，它可能搭载舰载机之后呢，它是要通过弹射起飞的。那这就有一个就是弹射器是用电磁弹射呀，还是用蒸汽弹射呀？因为弹射起飞这种方式，这个作战飞机可以满油满弹呢，可以进行这种就是每昼夜更多架次的这种就是起飞降落，那这个效率可以说更高，战斗力更强所以呢，这个是他拿出的3款模型。但是这3款模型有一个共同点，什么共同点呢？就是都是常规动力，都是双舰岛。看样子韩国是下决心要建造双舰岛的航空母舰了。说为什么要建造双舰岛的航空母舰呢？因为下一步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呢，还要访问韩国。那么访问韩国的时候，我想它是一个现实的说法和一个现实的合作。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号是世界上第1艘双舰岛的航母，英国当初在论证就是双舰岛的好处的时候呢，他提了这么几条。第一，就是航空母舰在飞机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，它一般是顶着风来航行，因为顶着风航行呢，可以增加就是这个飞机的升力，起飞的时候增加升力，然后你降落的时候可以增加阻力，所以它顶风航行。而顶风航行的时候呢，这个舰岛如果是单舰岛，风吹到舰岛上，然后有一个尾流，它会对这个起飞降落的飞机有干扰，所以他认为如果采取双舰岛，这个风通过第1个舰岛之后有尾流再通过第2个舰岛，然后呢还有尾流，这个会降低尾流，就是会减小对飞机起降的这个干扰，这是第1个优点。还有呢，就是现在的这些航空母舰呢，它上面的天线雷达非常多，信息化战争嘛，肯定离不开这些通信设施雷达设备你都装到一起都在一个桅杆上，大家你挨我，我挨你，就互相干扰，因为这个发射的功率很大特别是相控阵雷达，那这个功率就更大。那一旦咱们说相控阵雷达工作了，通信就通信不了了，就干扰了，那可不行这就叫电磁兼容性不好。所以他就认为把这些通信雷达放到2个舰岛上，这就解决了电磁不兼容的问题电磁相互干扰的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航空母舰上它这个舰长和航空调动部门，也就是航海部门和航空调动部门都在同一层，他认为这样会相互干扰，所以英国人呢是把第1个舰岛就前面这个舰岛是作为航行部门，你架着这个舰艇航行嘛，后边的呢是飞行部门，因为你这个升降机都在中段和后部，然后呢把这个就是后边的来看着飞机的起降，它是这样。我认为呢，这个韩国一定是参考了就是英国的
就是论证的这些结果，所以他决定呢，也采用双舰岛的航空母舰来作为韩国未来的航空母舰。这个吨位当然是考虑日本，因为日本现在是2万多吨的航空母舰，所以它一定要超过日本啊，然后这个对日本的就是海上自卫队形成一个优势，所以这个就是韩国为什么要造这样的航空母舰的这个设想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